当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命，安定县所进诸户，每户数均资1担，粮食不够，用肉来凑。不要！副帅，靖远四周有38000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食，此君为野少。没用的货，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？你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大郎，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便割了自己的肉，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慈悲，欲效仿你，割肉以示同袍。好啊，赵氏，穆强在。放了他。太尉息怒啊！大衙内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！我不止这一个儿子。靖元军，上二郎，皆是我的骨肉。谁饿死我的骨肉，我便磨碎他的骨头，做军粮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，建立后唐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，向契丹借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，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连年战乱，田地荒芜，礼崩乐坏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关中大旱，饿殍遍野，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，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：“六军门外已将失，100万人家无一户。”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着。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亲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、节度长书记张师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吗？认识。阿爹，这种操作也不是办法，我给他对两份马蹄金试试。 马蹄金是什么？ 马蹄金是一种草药，对付心脏病、心绞痛、心衰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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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心衰
大郎，这是一镇节帅的原文，不可孟浪胡闹。两位哥哥，请啊！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哥哥。小弟听说，面节如面君，天子经节当面，三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！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的，而太尉和令公，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经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玉军节度使张书记、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长这个东西。你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阿爹，阿爹，有追兵，天地上至少一个队。大长大，走。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意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、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沈修公，沈修公，沈修公，小人是学问啊！你可看得仔细，那确实是一条海囚船。千真万确是一艘海囚船。明州水营？不是，
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不可能是明州水印，那又会是谁呢？黄龙岛。都是同胞兄弟。六郎何其规矩小事，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明？偏生个九郎，从来不让人放心。眼下说这些已是无用。看来这一番，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。老夫约了东府使军，彻底搜检内库，所有的账目、凭证、库存，字迹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，老夫自会禀告大王，到时候该砍谁的头，便砍谁的头。动手！猝然下手，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其他东西都好说，口里的假尚未不齐。明儿一旦查起来，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。这老傻才，存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。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当值啊！谁当值啊？回禀皇上，今日是双日子，按规矩，该胡令公轮值内衙。何承运何在？让何世运那个傻才滚出来见我！末将，末将，末将，末将拜见令公。眼通，如何是你？回禀令公，末将一直在乡那边救火，还有4、5处火头尚未熄灭。我是在问，你如何会在此地？何承训何在？回令公，这火起得突然，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，未曾见到何都将。拿下！令公，令公饶命！令公饶命！末将冤枉，末将是奉了在台会的命令，才奉送令承院的。有人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该自作主张啊！留我，留我，令公。皇上，要闯监狱吧？令公，
臣在。宫内走水，烧了几个旁院，无甚紧要。小于内外，不得慌张从事，善行谣言者，斩。陈奉教。皇上，皇上！老刘刘，这是何意？大王教命，只选了6郎，未曾选得7郎，请郎君殿外候教。阿爹。是啊，不跟你阿爹讲君臣之礼了。终有一死，有什么好处？去年4月。5郎没了，故便让你入了相府，参决辅政。你是一个临大事有静气的，只可惜时候太短了。故本想再替你撑个1年、2年的。父王不要说了，父王赡养圣体，国中、家中文武公卿、宗亲兄弟，12州69县100万军民，靠我洪作，不靠我父王。父王，父王，你继位之后，公爵。洪佑不可继续领位，否则国中万难安定。阿爹，元宗老臣皆不可托付，儿子该怎么办？先王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善事中原大国，善事东南市民，善事东南市民，善事军中将校，善事军中将校。若能笼络居家，自可加恩。加恩，我不能。处事要果断永决。万不可纵，无人之人。儿记下了，儿都记下了。3郎手里的弓箭弩暂时无力，关键是代运。他是钦从，钦为6都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。天亮之前，我还能以论职恭进的名义，将其拒之宫门外。一旦天亮了，他要闯
放进来，事情便不好办了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大为更替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谁敢掉以轻心呢？眨眨眼睛，说不定老母鸡便变成了鸭。100年来，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。老令公，王上宣呢？令公，你照仪表奏告汴梁天子，请你建交太傅镇海、镇东两镇，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。老臣奉教。苦死之后，朱三郎夺爵罢兵权，以德国境，复其本姓孙承佐。老臣奉教。我上的性命是刘郎。儿子，刘郎是个跳脱之星，我要拘束他。张军、领军，皆不是他所爱。人心之险恶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要好好护着他。是。刘郎，东南5月，托付于你了。皇上！奉大王教命，斩杀逆贼。待运。杀！快快快快！
奉宣王遗教，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，因结宗藩，擅权军武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谋立嗣主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。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。天福6年8月廿4乙亥。新主继位，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？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弟媳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哎呀，严重了，末将不过是……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。你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还贴切些。那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我给他做过3年的钦定。当年东周大战，挑帮搏杀，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桅杆砸倒下来。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，我坟头的树怕是都碗口粗细了。后悔了？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都是轻。可拼尽气力杀了他，又能如何？在公卿、相公、宗子们的眼睛里，我不过就是个背主作孽的家奴。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？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福儿过来。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。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。
殊不知，这几十年来，天下之事，和尚真的由他们说了算。唐安天子魏国压兵，没有了亲卫压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，连口蜜酒都没得喝。可怜哦。